来关注乌克兰局势，俄军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进入第14天。根据俄国防部通报，已摧毁超过2500处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一段乌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的视频内容引发关注，因为俄对乌提出的几个重要条件，泽连斯基都有提到。尤其是在了解北约不愿接受乌克兰后，他已对加入北约不再纠结。乌东问题可以谈个妥协方案。俄方在周三也表示，为解决乌克兰冲突，与乌克兰当局举行的谈判已经取得一些进展，并强调俄国部队并不是致力要推翻乌克兰政府。周四，俄乌外长或将在土耳其进行接触，俄乌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能否出现转机？来看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下午在北京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视频峰会。对于乌克兰局势，习近平强调，当前乌克兰局势令人担忧，中方对欧洲大陆重燃战火深感痛惜。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共同支持俄乌和谈，推动双方维护谈判势头，克服困难谈下去，谈出结果，谈出和平。我们要呼吁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当务之急是避免紧张局势升级甚至失控。中方提出了关于乌克兰人道主义局势的6点倡议，愿向乌克兰进一步提供人道主义物资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介绍，应乌克兰方面的请求，中国红十字会将向乌克兰方面提供一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包括食品、生活必需品等，价值500万元人民币。首批物资周三已经从北京起运，后续将通过适当方式尽快交付乌克兰红十字会。另外，周二又有2架接返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的临时航班先后安全回到国内，分别抵达郑州和沈阳。截至目前，已有6架接返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的临时航班安全回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介绍，经各方共同努力，因战火被困乌克兰苏梅地区的100余名中国留学生已安全撤离风险区域。目前，在乌克兰的绝大多数中国公民已经撤离。我再次提醒少数留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务必注意安全，加强防范和应对准备，同时和中国驻乌使领馆保持联系。驻乌使领馆将继续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据央视报道，当地时间周二晚，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了最新战况信息。从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一共瘫痪了2581个乌克兰军事目标，包括指挥所、通讯点、防空导弹系统以及雷达站等。此外，俄军还击毁了包括坦克、装甲车、火箭炮发射系统、无人机等。周一举行的俄乌第3轮谈判，双方就人道主义走廊问题取得一些成果。俄方宣布，自莫斯科时间周三上午10时起进入静默状态，将在乌克兰的基辅、切尔尼戈夫、苏梅、哈尔科夫和马里乌波尔等多个城市开放人道主义通道。俄方表示，做出这样的决定是考虑到由于乌民族主义分子的过激行为造成的人道主义局势恶化，同时也是为了确保平民和外国公民的安全。俄方还请乌方提交相关方案和书面协议，以确保乌当局保证相关路线的安全。俄乌局势走向仍不明朗之际，根据乌总统府网站发布的消息，泽连斯基周一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我们还没有打算投降，但我准备好进行对话了，这不是我的个人因素，而是为了我的选民。泽连斯基表示，在我们了解到北约不准备接受乌克兰之后，我在很久以前就对这个问题不再纠结了。 The alliance is afraid of controversial things and confrontation with Russia. I never wanted to be a country which is begging something on its knees, and we are not going to be that country, and I don't want to be that president. 主持人缪尔还追问泽连斯基对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是何态度。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准备就集体安全保障、顿巴斯地区和克里米亚的未来等问题与俄方进行对话。We can discuss and find a compromise on how these territories will live on.
实际上，停止加入北约的企图、承认克里米亚归属俄罗斯以及承认乌东两地区的地位，是俄罗斯一直强调的俄乌和平条件。这也是俄罗斯向美国及北约提出安全保障计划草案的核心内容。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还表示，如果乌方做到以上几点，俄方随时可以停火。可以说，泽连斯基在这段美媒的采访中回应了俄罗斯的核心关切内容。应该算是一个这个妥协啊。一个呢是，因为他以前所设想的北约对他的支持是没有做到，这个也没有信心哈去持续的跟俄罗斯进行对抗，这是。第二个呢，现在目前的军事状态对乌克兰是不利的，他也没有别的太大的办法去改变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因。对，俄新社周三还援引乌克兰国家网的消息称，乌克兰执政党人民公仆党日前发表声明称，乌不可能在未来几年加入北约，同时提议莫斯科在法律上承认乌国家地位，并保证基辅不受威胁。该网站指出，这份声明意义重大，是乌当局首次就基辅如何看待俄要求的国家中立地位作出表述。截至周一，近段时间俄乌已经进行了3轮谈判，谈判内容就涵盖了俄方提出的乌克兰去军事化等一系列内容。双方都认为未达预期，但谈判还会继续。第4轮会谈将于近期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周一还证实，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计划在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的参与下，在本周于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外交论坛期间进行接触。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则表示，计划于周4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库列巴还称，自己愿意和任何人谈判，以建立和平。现在肯定是不合适去谈那个，比如说领土问题啊。这个边界问题啊，这个战后这个重大的安排问题啊，我想一次性也谈不完。然后怎么样处理这些人道主义的问题，啊，还有一个是这个怎么样恢复和平、结束战争的问题。而且主要是这2个方面可以去谈的。接受美媒采访时，乌总统泽连斯基虽然提到愿就俄关心的一些核心问题进行对话，但他同时也在极力渲染俄罗斯的威胁性，并称如果西方世界不对乌施以援手，很快就会步上乌克兰的后尘。而央视网播发的另一段视频则显示，泽连斯基对美西方不兑现承诺极为不满。Коли ми чуємо тільки обіцянки. 13 днів, коли нам кажуть, що ось-ось буде допомога у небі, а не так, як звучить у коментарях політиків про надання Україні життєво необхідної бойової авіації. 此前，泽连斯基曾呼吁美西方为乌克兰提供作战飞机，哪怕苏联时期的旧飞机都行。此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透露，美国正与波兰合作，便于波兰方面能向乌克兰人提供他们熟悉的飞机，波兰还会得到美国飞机作为回报。波兰周二突然宣布，将把仓库里所有的米格29战机转交给美国，而且波兰方面直接运到美军所在的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但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当天就驳回了波兰方面的提议，称其风险太大，而美国与北约试图避免与俄罗斯产生全面冲突。与此同时，美国挑头的对俄制裁也在推进。周二，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签署行政令，宣布因乌克兰问题，美国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液化天然气和煤炭。Today, I'm announcing the United States is targeting the main artery of Russia's economy. We're banning all imports of Russian oil and gas and energy. That means Russian oil will no longer be acceptable at U.S. ports. 该行政令还规定，禁止美国个人和实体对俄罗斯能源行业的新投资，同时禁止美国公民为在俄投资生产能源的外国公司提供融资或担保。拜登同时承认，美方采取这项制裁禁令对俄施压的同时，其自身也将为之付出代价。就在拜登宣布对俄石油禁令的当天，美国平均汽油价格刷新了2008年7月以来的最高纪录。分析指，原油价格上涨将提高工业生产和运输业成本，恐将进一步推高美国通胀水平。外界注意到，拜登周二在宣布能源领域对俄禁令时，一方面强调美欧对俄立场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也暗示欧洲对于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德国总理舒尔茨此前就明确表示，德国赞成对俄罗斯采取广泛和有针对性的制裁，但这不包括制裁俄罗斯能源。德国将继续从俄罗斯进口能源。
法国总统马克龙则担心欧洲下一个冬天会更艰难。观察指，欧盟国家1半以上的能源产品依赖进口，其中俄罗斯提供了41%的天然气、46%的煤炭和27%的石油，尤其是德国，55%的天然气供应依赖俄罗斯。欧洲议会议员蒂埃里·马里亚尼就警告，如果欧盟进一步实施制裁，切断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和石油，这将是灾难性的。对于西方威胁对俄能源进行制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周二警告称，此举将使原油价格飙升至每桶300美元以上。他还威胁将中断北溪1天然气管道来反击西方。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表示，俄罗斯可能会因制裁有所损失，但是整体的工农业都不会受到严重影响。而被美国鼓动的那些西方国家，倘若盲目跟从，必将遭受来自于制裁的反噬。As for these new sanctions announced by President Biden, Americans are not losing much because they depend on Russian oil only for about 8% of the market. For European nations, the situation is much more serious, but Americans don't care about that. So, and I think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the sanctions, because in Europe it is still cold. Without Russian gas, without Russian oil, they'll be freezing. And those freezing people will go to polls sooner or later. This is important for the politicians because every politician cares, first of all, about his political future. So I don't think that they will make Russia to kneel and to capitulate. 韩国周3举行总统大选，选票结果预计在周4公布。3位候选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李在明、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尹锡悦、正义党沈相丁进入最后角逐阶段。为何说这是韩国近几10年来最难预测的一场大选？谁能在这场被韩国媒体誉为“鱿鱼游戏”的选举中胜出，引领韩国的下一个5年？来看报道。韩国第20届总统选举正式投票于周3上午6时正式启动，超过4400万登记选民将投票选出新一届总统。截至下午5时，投票率初步统计为73.6%，这较2017年第19届大选同一时段的投票率高出2.5个百分点。 이번 선거에서 실질적으로 투표를 하겠다는 젊은이들이 많았고요. 그리고 실제 투표율도 많았다고 합니다. 이는 실제 한국 젊은이들이 자신의 정치 참여로 인하여 정치적인 효능감을 느끼기 시작을 했고요. 그리고 자신의 의무감도 커졌습니다. 黑料频出，两个阵营选民互相以侮辱性词汇相攻击，被韩媒称为“鱿鱼游戏”选举。 盖洛普韩国公司上月进行的民调显示，韩国民众对李在明和尹锡悦的反感率分别为62%和61%，远超其支持率。华盛顿邮报甚至形容这是丑闻缠身的历史上最糟糕的选举。 There are so many, the scandals and allegations and issues raised, and the Korean people is just upset to see. All these developments, and I think that these scandals will be another major factor to determine the presidency. When you're thinking about culpability here, neither of these two major candidates, they're not clean candidates, and that's what's frustrating for most people. 分析指出，无论是执政党的政权交替，或是由在野党取而代之的政党轮替，新的韩国总统上任后都将面临诸多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新冠疫情。目前，奥密克戎毒株在韩国迅速扩散，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连创新高。在这个人口约5200万的国家，大选前一天的日新增确诊病例就超过30万例，再创新高。更令人无奈
奈的是，截至目前，2位候选人都没有提出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来保护国民。其次，新任总统需考虑如何在美韩同盟下把握对朝政策问题，稍有不慎将影响未来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美国《华盛顿邮报》周一刊登了对李在明和尹锡悦的专访。针对朝鲜核问题，李在明表示，将继续坚持文在寅政府的与朝接触政策，不能放弃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基本原则。尹锡悦则强调，上台后将180度翻转现有的对朝政策，将强化与美国合作应对朝鲜威胁，强调韩国可以先发制人，对朝进行军事打击。另一方面，这次韩国大选出现大量中国因素也值得关注。竞选过程中，有关中国话题的讨论成为热门话题，期间也出现了一些对华强硬的主张。因此，大选过后，新一届韩国政府将会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引发关注。李在明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确实在倒退，但韩国没有必要在中美之间2选1，强调韩国应该实行均衡外交。尹锡悦则称，当选后将对中国和朝鲜实行强硬政策，谋求韩国在东北亚局势和韩美同盟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将强化与4国集团的合作。安锦玲说，有些表态可能是竞选策略，不一定会落实到当选后的实际政策之中。他相信韩中关系会理智向前。 지금의 공약이 유권자들의 표심을 겨냥한 포퓰리즘의 대선 전략이 아닌가 하는 말들이 많습니다. 대선 당선 후에 앞으로의 공약은 아마도 지금과는 좀 다르지 않을까라고 생각됩니다. 앞으로 대선 후에 앞으로의 중앙관계는 개인적으로는 저는 한국의 외교 전략은 어느 한 곳도 치우치지 않고 그리고 1대1 전략을 펼치지 않는 그런 글로벌 질서 속에서 균형을 맞추는 것이 관건이라고 생각을 합니다. 그리고 앞으로도 한중 관계는 상호 보완적인 이익관계의 경제 동반자이며 한국은 국제 정세의 흐름에 따라서 지혜롭게 헤쳐 나아가야 한다고 생각합니다.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一在全国两会外长记者会上谈到中韩关系时表示，中韩之间不是对手，而是利益交融、优势互补、潜力巨大的合作伙伴。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事实不会因为青瓦台换了主人而改变。不管大选的结果如何，中韩关系都要往前走，不能朝后退。观察他们本身的成体系的政策纲领的话，还是强调对华的务实合作。因为韩国的基本的国家利益还是摆在那里，韩国有大量的投资在中国，然后它的贸易额也有1/4在中国这边，所以从这个理性的角度来说，他们还是要发展和中国的关系，这一点应该是2个候选人也是一样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韩国大选今天进行正式投票，那么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吗？韩国总统大选往往是剧情迭出，尤其是总统个人的命运跌宕起伏，增添了不少悲剧的色彩。总统大选本来是一场选美比赛，也就是说哪位候选人更有治国的能力，但是这次似乎变成了选丑比赛，并不是说要选最丑的，只要不是那么丑，或者稍微比对手不丑一点，就是赢家了。还有韩国的媒体就认为，这场选举可能是鱿鱼游戏，在选举过程中，2个候选人已经被全方位、无死角的被清理了一遍。这些疑点或者丑闻会不会成为司法部门进行调查的依据呢？有人开玩笑就说，如果不能选上总统，败选的候选人可能就要受到调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无疑为青瓦台的诅咒又增添了一层含义。如果不能够胜选入主青瓦台，那就提前被调查，然后提前入狱。事实上，人们对于韩国大选的关注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能否突破一直延续的青瓦台魔咒，卸任总统难以过上正常的退休生活。除了激烈的比丑大赛之外，这次大选很重要，但是又没有谁能够预测结果。根据韩国选举的规则，投票前几天不能够发布民调数据。而之前的民调数据显示2个候选人不分上下，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数据对李在明并不有利，因为他有执政党的优势。如果民调不是太好，那就意味着选民可能要更换政党。
当然，在韩国，总统只有一个任期，执政党如果政绩突出，那么对本党的候选人也是有帮助的。文在寅总统的支持率并不突出，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李在明。李在明的政纲也算是延续了执政党的思路，萧规曹随。如果选民要更换政党，那么李在明的胜算就小多了。这次大选双方的政纲让选民也是比较失望。其实韩国现在面临的经济社会的重大的转型，韩国是发达经济体，尤其是在半导体等产业上具有优势，也是备受关注。但是如何解决民生的问题是个难点。两位候选人在对外政策上有比较大的差别，那么您怎么看呢？两位候选人接受了美国外交事务的专访，从访谈的内容能够看到，李在明坚持务实主义，延续文在寅政府时期的基本的外交战略基调，而尹锡悦则反其道而行之。进步派的候选人则比较保守，而保守派的候选人呢，则显得比较激进。抛开具体的观点分歧不说，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的国家定位、国际角色和外交战略可能处于重大的转型和调整时期。第一个就是如何界定韩国。韩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下，韩国的产业结构优势也比较突出，韩国人的自信心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由此而引发出了第二个问题：韩国应该和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中等强国，还是其他的新角色或者新的定位呢？尹锡悦提出要让韩国承担全球枢纽国家的角色，这似乎是韩国国家角色的重大的调整。韩国是全球10大经济体之一，但是在区域内呢又不是强国，脱离了区域而承担全球枢纽角色，这似乎有些不现实。第三个就是韩国的外交战略需不需要调整？其实进步派和保守派在外交上的分野是比较明显的。文在寅上台之后，基本调整了李明博、朴槿惠时期的政策。如果尹锡悦胜选，韩国外交政策大概会出现一次钟摆式的调整。事实上，文在寅总统在执政的中后段也在调整外交政策。比较明显的是，在朝美领导人会晤无果而终之后，韩美关系得到修复并强化。当然，文在寅总统没有加入到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之中。尹锡悦上台的话，有可能做出比较大的调整。在中美之间，韩国比较务实可行的选择还是均衡外交，就像钟摆一样，无论往哪边摆都有个限度。这是由中韩、美韩关系的性质和结构所决定的。美韩是军事同盟，但是其目标主要是朝鲜半岛，而不是针对其他的国家的同盟。中韩经济已经深度的嵌套在一起，当然我们要关注和警惕韩国国内对华认知的变化，在交流互动中增进理解，明晰底线，这样也可以推动中韩关系在建交30年之际真正达到而立之年的状态。其实无论谁当总统，都会明白韩国的国家利益有赖于地区稳定与和平，没有这个前提，很多想法都是空中楼阁。世界风云变化，国际秩序处于裂变重组之中，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需要坚守和维护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和平与发展的潮流。这是区域内每个国家的共同利益，也是每个国家提升国际地位的保障。只有当东亚成为全球经济社会的中心，韩国才能够摆脱韩国学者所说的双重边缘地位，而扮演全球性的角色。好的，谢谢孙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1年1度的全国两会是外界了解中国发展状况的重要窗口。中国经济社会稳定为何对中国及整个亚太都很重要？中国积极参与 RCEP 体现了哪些重要担当？外眼看两会，最新带来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翁诗杰的专访。欢迎回来。1年1度的全国两会是外界了解中国发展状况、把握中国政策脉搏的重要窗口。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翁诗杰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不仅有利于中国，对于整个亚太地区而言都至关重要。同时，他也非常关心中国如何进一步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他认为中国积极参与 RCEP 体现了捍卫全球一体化以及践行多边主义的担当。他也特别强调，东盟无意在中美这2个大国间选边站。东盟期待在下一个30年与中国关系再上层楼。所谓东盟安全靠美国，纯属迷思，是冷战思维的延续。一起进入今天的外眼看两会。翁师杰在专访中多次提到“稳”字当头的重要性。据他观察，对于海外人士而言，今年的全国两会最大看点就是中国如何落实稳经济、稳增长。翁师杰认为，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不仅有利于中国，对于整个亚太地区而言都至关重要。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2年的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那就您观察而言，今年两会的经济部署如何体现这一个方向了呢？中国的稳对于区域以及全球而言有何积极作用？我相信呢，当前不管是东南亚国家也好，或者是欧美国家也罢呢，其实大家对中方如何的能够应对全球当前的这种政治经济逆流，这个呢可能是大家认为是重中之重的。看中国如何的反应，如何的应对，如何的落实呢稳中求进。东盟作为中国最大的这个贸易伙伴呢，那么它的稳中求进对整个东南亚后疫情时代呢的经济复苏当然是至为重要的，这是非常关键的。翁师杰告诉深圳卫视，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他非常关心中国如何进一步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具体而言就是如何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那今年的一件大事就是 RCEP 的落地生效，那您认为这对于中国经济以及区域发展而言有怎样的意义呢？马来西亚也将会在本月，就是3月中旬，我们也正式的能够纳入这个 RCEP 这个范畴内。那么中国积极的参与由东盟主导的这么一个 RCEP 呢，其实已经展现了中方对捍卫全球一体化、多边合作的一贯承担。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点我们都知道全世界呢开始已经有一些个呢逆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滋长的苗头。那么这种情况呢，中国能够呢登高一呼，在这个时候以实际的行动呢来捍卫、来支持全球一体化、多边合作机制呢，绝对是有它的积极作用的。身为马来西亚人，翁师杰十分关注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关系发展。3月7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今年全国两会外长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东盟关系没有最好，只会更好。翁师杰对此十分认同。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在下一个30年里应该超越经贸合作的主轴，朝多维度发展。我觉得在下一个30年，尤其是在开局之年，应该呢朝向多维度发展，突破当前呢聚焦于经贸的框线。那换句话说，你第一个30年我们看到的主要还是离不开呢经贸的合作、经贸的往来已经成为一个主轴。但是呢下一个30年呢，我们不可能说还是在原地踏步的，最重要的是如何的把脚步迈出去，朝向这个多维度的发展。不过，翁师杰也指出，美国在区域内推行所谓印太战略，确实会给东南亚部分国家提出选边站的难题。他认为这仍然是冷战思维的一种延续。那您觉得东南亚国家是否面临要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的问题？东南亚国家到底想要一个怎样的亚太呢？其实，打从70年代开始，东南亚国家心目中的亚太呢是一个自由、和平、自由的中立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和平、无核、没有核武器的、不受外力干预的一个大环境，这个才能够呢有利于我们个别国家的建设发展。回头再看一看所谓防务靠美国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其实这充其量呢不过是沿袭过去呢冷战时期的传统。
那么去年11月呢，中方表态支持东盟成为无核区，这个呢是一个深具积极意义的一个举动了。双边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为下一个30年的开局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周三上午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台湾代表团审议。汪洋指出，过去1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对台工作有为有效、稳中有进。当前台海方向不确定、不稳定性增多，但时势意始终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有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综合实力和必胜信心。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树牢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扎实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两岸同胞要把握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多谋增进同胞福祉之策，多做加强交流合作之事，多为促进心灵契合之举，携手共促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当天下午，政协第13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国政协13届5次会议有关文件草案讨论和修改情况的汇报，并提交3月10号上午举行的全国政协13届5次会议闭幕会审议。全国两会已进入后半程，周三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全天举行代表小组会议，并审议两高工作报告。每年的两会议题都折射着百姓关切，今年的两高报告重点关注哪些内容？成绩单的背后又彰显了何种信息？来看报道。周三上午，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修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草案，关于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修改稿，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修改稿，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修改稿，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下午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妇女、儿童、老人始终是每年两高报告重点关注的人群。今年两高报告重拳打击拐卖妇女犯罪。最高法表示，人民法院严惩性侵、拐卖妇女儿童和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论罪当判死刑的，依法判处并核准死刑。最高检也表态，将深挖历史积案，对收买、不解救、阻碍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坚决依法追诉，从严惩治。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提交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显示，凶杀、强奸、绑架等8类重大刑事案件数量保持在较低水平，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重稳步下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还在报告中提到，法院严惩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犯罪，严惩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间谍窃密、邪教等犯罪，坚决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两高报告凸显依法治国的决心与力度，体现的是法治中国建设新成效。两高报告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论证，以大量具体司法案件彰显了中国法治的力度、温度，呈现看得见的公平正义。截至3月8号12时，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秘书处共收到代表提出的议案487件，较去年有所增加，其中法律案474件。代表们紧跟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提出了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粮食安全保障法、能源法以及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数字经济、大数据、社会信用等方面法律的议案，还提出了修改刑法、启动条件成熟领域法典编纂的议案。此外，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期间，代表还依法对各方面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栗战书在全国人大全会上做工作报告时提到反外国制裁法，引起全场掌声雷动。那么您怎么看这一现象呢？主持人好，
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是中国发展遇到的新挑战。近年来，中国呢努力地推进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某些西方国家呢和组织不愿意承认和接受中国的发展进步，出于意识形态偏见而对中国制造发展的障碍，利用新疆、西藏、香港、台湾、南海、防疫等各种议题和借口，对中国横加指责、抹黑、攻击，用他们的国内法对中国实施所谓的制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为此，去年全国人大开会时呢，就提出要运用法治的方式，坚决地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充实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把反外国制裁法的制定当作1年的主要任务。去年6月份呢，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7月份呢，中国就首次动用这部法律，对前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等7个美方人员和实体实施了制裁，反击呢他们在香港问题上对中国的非法制裁。反外国制裁法的出台和实施呢，让法律长出了牙齿，符合国际范例，有利于这个依法反制一些外国国家和组织对中国的遏制打压，有利于打击境外的反华势力和敌对势力的嚣张行径，有效提升中国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法治能力，加快形成这个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所以呢，当栗战书呢在做报告的时候提到反外国制裁法的时候，这个全场呢出现了掌声雷动。这既是对这部法律的认同，也是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效率点赞。在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了李亨利案，那么您觉得这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典型案例呢？李亨利呢是在中国大陆首位因支持反中乱港而被判刑的外籍人士，所以呢具有典型意义。在最高院的工作报告中提及，他呢出生于上海，上世纪80年代因为这个引诱妇女卖淫和诈骗而被公安机关呢处理过，从此呢就对中国滋生仇恨。后来呢，他为了逃避税收入籍伯利兹，这呢是中美洲的一个面积只有2万多平方公里的小国。他呢继续在中国大陆经商，穿行在内地、香港之间，长期呢向这个美国的反华敌对组织骨干提供经费，并且在这个香港非法占中和修例风波中呢，资助这个反中乱港活动，配合这个外部势力插手干预香港事务。去年4月呢，李亨利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0万元。这是典型的两面人，对西方大国出台制裁香港的所谓法案呢，发挥恶劣的参谋作用，被内地舆论呢炮轰成这个典型的汉奸行径。这个案例出现在最高法院的报告中，显然呢是在警告那些反中乱港分子，违法必收场。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